你知道国足距离2018年世界杯有多近吗？晋级附加赛仅1分之差，而与直通世界杯的韩国队也只差2分，是我们继02年后距离世界杯最近的一年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俄罗斯世界杯亚洲预选12强赛中国队的全部比赛。第一轮比赛，国足就迎来强大的对手韩国队。2016年9月1日，国足做客韩国首尔，在世界杯体育场内，时隔15年，中国队再次踏上亚洲预选第3阶段的赛场。从历史交锋战绩来看，国足在重大赛事上从来没有战胜过韩国队。高洪波作为当时的主教练，不久前刚刚临危受命，第2次接手球队。本场比赛他摆出4-5-1阵型，试图利用孙可和吴磊的速度打防守反击。但开场不久，国足将士就遭受严峻考验。张琳芃在禁区边缘对吴载硕犯规，给到对手一次任意球机会。随后孙兴民主罚传到门前，造成了政治的自摆乌龙。下半场第62分钟，又通过池东元在左路的下底传中，后点的李青龙高高跃起将球顶进。2分钟后又是同样的左路，这次是孙兴敏的低球传中，后点的巨资哲抢在人行身前捅射破门。3分钟内，国足以同样的方式连丢2球。而正当球迷们感到绝望之时，大比分领先的韩国队似乎稍有松懈。吴载硕的头球解围正好落到于海脚下，后者冷静施射，为球队扳回1球。此时画面一转，吴磊在禁区前沿被绊倒，随后蒿俊闵主罚任意球，一脚圆月弯刀攻破了韩国队的大门。短时间内连追2球，又重新让球迷燃起希望，并且又在2分钟后，国足再次获得绝佳机会。可惜后点人行的射门被门将单掌扑出，错失了绝平比赛的机会。最终在第1场12强赛中，国足虽然2比3遗憾负于韩国，但本场国足展现出来的精神，还是让很多球迷重燃希望。5天之后，国足在沈阳的奥体中心迎战当时的亚洲第1强队伊朗。面对波斯铁骑强大的冲击力，高洪波派出5后卫，吴磊和张玉宁搭档双箭头。虽然本场伊朗队的射门数高达17次，但真正威胁到国足球门的次数却是屈指可数。反而吴磊的半单刀球却是本场最危险的进攻，只可惜没能把握得更好。最终本场双方以0比0的比分收尾，国足在沈阳这块福地依旧保持着不败的战绩。1个月之后，我们在西安的朱雀体育场迎来了第3个对手叙利亚。整体实力略强于对手的国足，势必要在主场取得第1个3分。由于上场比赛受伤的曾诚无法登场，顾超作为替补门将首次为国家队首发。虽然国足占据较多的控球权，但整场双方都只有1脚射正。叙利亚队在第53分钟利用队长萨利赫的个人能力，制造了中国队门前的险情。由于门将顾超的出击失误，导致马瓦斯推射空门得手，国足0比1输给了对手，3场比赛只拿到1分，这让球迷们极其失望。著名的退钱事件正是在这场的赛后发生的。第4轮比赛，客场挑战乌兹别克斯坦，国足在首发方面同上一场做了7处调整，重新召回了老将杨志和杜威。不过大范围的换人并没有得到太好的成效。第50分钟，就由于杜威的失误，乌兹别克斯坦队抓住机会，比克马耶夫禁区内冷静推射破门。随后他们的攻势浪潮更是一波高过一波，国足一直处于被动局面，整场仅有1脚射门。比赛最后阶段，舒库罗夫的远射打在张成栋脚上折射进网，使比赛失去悬念。最终中国队客场0比2告负，4场比赛下来排在小组倒数第1，与俄罗斯世界杯渐行渐远，并直接导致主教练高洪波下课。11月15日，国足回到昆明主场迎战卡塔尔，这也是银狐里皮执教中国队的首秀。本场比赛虽然最终战成0比0的平局，但里皮带给球队的变化显而易见，国足整场都占据着主导地位，60%的控球率和15个角球也算是带给球迷一些安慰。2次立柱也让我们的第1场胜利迟迟没有到来，这样半程下来依旧只积2分。时间来到2017年3月23日，国足在长沙的贺龙体育场内再次挑战韩国。里皮与球队经过小半年的磨合后，更加的得心应手，面对强大的韩国队，更是摆出4-3-3的阵型大打对攻。第33分钟，张琳芃长驱直入，在弧顶位置的远射为球队赢得角球机会。王永珀主罚到禁区前点的于大宝俯身将球蹭进了球。漂亮，漂亮，球进了，于大宝，王永珀的角球就是于大宝的球，对，王永珀的角球，于大宝在门前是一身的头球。曾诚的几次精彩扑救也为我们守住了12强赛的第1场胜利。最终我们在长沙主场首次在重大赛事中击败韩国队。5天后，国足做客德黑兰的阿扎迪球场，挑战小组第1的伊朗队。在这座被誉为亚洲第1魔鬼主场的土地上，伊朗队几十年间只输过3场球，国足想在这里全身而退，可谓难上加难。面对波斯铁骑的狂轰滥炸，在下半场刚开始，国足禁区中出现混乱，姜志鹏的头球解围不远，被塔雷米把脚怒射一击致命，靠着这粒进球小胜于国足。
2017年6月13日，在马来西亚作为中立球场，国足与叙利亚展开一场焦点对决。开场第10分钟就由于曾诚的出击犯规，送给对方一粒点球，马瓦斯的点球稳稳命中，取得领先。在比赛的第66分钟，国足同样通过张琳芃的造点，郜林的主罚扳平比分，并在第75分钟由替补登场的肖智头球摆渡，门前吴曦凌空扫射入网，帮助中国队反超了比分。但在比赛的最后阶段，叙利亚队获得一次前场任意球，队长萨利赫的一脚圆月弯刀击碎了国足整场的努力，这也是他预选赛的唯一一粒进球。8月31日，第9轮的比赛在武汉体育中心展开，国足迎战乌兹别克斯坦，只积6分的情况下，剩余2场必须保证全胜，才有希望继续前进。开场国足便全力进攻，不断威胁着对手的球门，但始终没能取得领先。直到比赛的第82分钟，才由冯潇霆在禁区中造点，郜林的点球命中，打破僵局。打门，漂亮，漂亮！85分钟，这是一个救命的点球。最终，国足艰难地拿下本届12强赛的第2场胜利。9月5日，国足远赴多哈，在客场挑战最后一个对手卡塔尔。我们想要晋级附加赛，就要确保战胜卡塔尔队，并且乌兹别克斯坦和叙利亚同时输球。本场比赛唯有进攻一条路。开场之后，双方大开大合，但都没能完成最后一击。在下半场刚开始，国足刚刚变阵就遭受打击，卡塔尔队简单的2脚传递便撕开防线，由阿菲夫推射得手，打破僵局。落后1球的国足被逼到悬崖边缘。第74分钟，吴磊通过个人能力从后场带球长驱直入，一脚长传精准转移到左路，姜志鹏直接低平球传中，门前的肖智铲射破门，为球队扳平了比分。前进，球进了，中队把比分扳成1比1，73分半。随后郑智更是为了阻止对手的单刀，吃到一张红宝石卡被罚下。第83分钟，中国队利用精彩的配合打通防线，吴磊与蒿俊闵做了撞墙配合后迅速插上，在对方的腹地抓住机会爆射入网。打门，球进了，球进了！中队在门前的补射破门，来自吴磊，比分变成了2比1。国足最终的成绩是3胜3平4负积12分。虽然我们最后一轮在客场逆转战胜了卡塔尔，但由于叙利亚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是平局，我们排到小组第5，只比小组第2的韩国队少2分，无缘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。